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当你遇到再奇怪的事情时，它都不会是最奇怪的事，因为想不到并不代表不存在，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就好像之前的影片我曾经提到的马来少女脚趾长出水晶石，还有大马蛇女温金兰。那么这期影片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个奇闻异事，一位少妇居然在睡梦中凭空消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这起案件的女主角据说是马来西亚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妇，由于没有透露名字的关系，我们姑且把她称为小美吧。就在2009年6月18日，小美表示，当天她因为很困，就像平常一样在家小睡了一阵子。当她在睡梦中迷迷糊糊时，隐约感觉到自己被一名白发老人带到一处非常多人热闹的地方，看样子像是进行着什么宴会，而且所有的宾客都穿着黄色系的服装。其实这个说法听着就觉得很奇怪。如果小美真的是被人带走，照理来说屋里会留下些许的痕迹，而且据她所说，睡觉的时间也刚好是她丈夫在回着家的路上，但其丈夫却表示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被人带走或出门的情况。难道人就这样不见了？然而一直等到夜深人静，丈夫都不见小美归来，四处找人也无果后，才发现了不对劲，于是立即向警方投报说自己的老婆失踪了。与此同时，小美的家人也向不同的巫师请求帮助，希望通过法术得到一些线索。结果5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巫师都表示，有东西把小美带到了住家后面的水晶山。不过这跟前几期影片我提到的水晶山是不一样的哦。这期说的是位于吉打州的象屿山 Gunung Kriang， 因为盛产水晶，因此也有了水晶山的别名。事情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有一名邮差在送信的时候，听到了从后山的地方隐约传来一个女子的求救声：“Tolong， Tolong！” 因为是小地区的关系啊，这消息也很快的传到了小美家人那里，因此他们也就更加相信巫师所说的，小美一定是在水晶山。于是，在6月19日的早上9点，小美的家人连同附近热心的居民分批上山找人。然而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在众人寻找小美的期间，有人一直听到求救的呼喊声，但就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声音的来源。于是警队又派出了大量的警员，加上一些志愿团体人士，一共召集了接近100人参与这次的搜寻行动。搜寻队伍从中午就开始上山，一直到当天晚上7点，可以说是把整座山都反转过来了。但小美依然不知去向，人影都没有。尽管没有任何直接的迹象表明小美被困在水晶山，但当时呢，一名巫师在山脚下做法，甚至还在现场进行了这个通灵的感应，成功招来了灵体，并且附身在小美的妈妈身上。该灵体声称是她和他们一直骚扰小美。原来水晶山是锦的家园，这里的锦又称神、鬼、精灵。由于附近的住宅区越来越多，所以过度的开发不但打扰了他们还占据了他们的空间。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当晚的7点45分，当在场几名警员和2位中文报记者于山脚附近做最后的搜查时，却遇见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。当时的情况是，警员在杂草中进行搜查，而那2名记者就走在草丛边沿着查看。然而走在前方的记者突然回头，此时的他脸色苍白，还冒着冷汗，紧握着手上的佛牌，问了一句：“你有听到吗？”跟在后方的记者感到很奇怪，便回答：“没有啊。”
接着他们的耳边就传来一阵非常清晰的女子叫声，就像是被人追赶而紧张的哭喊声，从远到近大概维持了2秒钟。因此2名记者立刻呼喊在场的警员，并表示他们清楚听到了女子的求救声。这时带头的警长马上大喊：在这边！当时记者以为是找到了小美，于是立刻举起相机准备拍摄。然而当众人把高过人头的杂草拨开之后，不但没有见到小美，眼前的一幕更是让全部人都说不出话来，全身起鸡皮疙瘩。明明警长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一道人影，但拨开杂草后出现的却是一棵香蕉树，树底下还有一块奇怪的黄布。此刻在场的一行人已被吓得不轻，冒出了一身冷汗。突然有人想起了一位巫师的说法，如果小美是被困在山中却找不到人的话，那么她会出现在另一座山。于是小美丈夫在无计可施之下，有人带她到冷巴布江向一名资深的巫师求救，但巫师没多说什么，只说半个小时内就会找到了。就在这句话刚说完不久，小美的丈夫接到了电话，果然小美居然在另一座名为日来峰的山被找到了。虽然这起案件峰回路转，最终也找到小美了，算是有个好的结果，但实在太多匪夷所思的谜团让小南都觉得一头雾水了。第一，以小美失踪的时间来算，她至少失踪了接近30个小时，而小美的家人把她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，结果显示她的身体一切良好，也没有受伤。但在警方问小美到底去了哪里的时候，小美只是回答说：我只记得我是被一个老人家带去一个很多人的庆典，而且在她的意识里，她以为自己只是离开家1个小时，但实际上却是30个小时的。另外，在我翻查的资料里面，也有怀疑小美患有精神病的说法，但也只是怀疑，并没有确切的事实证明的。第二，我还是很好奇，小美到底是怎么离开家里的？我个人是认为被其他人带走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如果是被歹徒带走，小美身上应该会有受伤的痕迹，所以我在怀疑小美是不是患有梦游症呢？梦游症在神经学上是一种睡眠障碍，症状一般为在半醒的状态下在居所内走动，但有些患者会离开居所或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，清醒后不会记得自己曾经下床，而大部分梦游时间几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，这样看来好像也蛮符合小美的情况。第三，小美最后被找到的地方，居然是距离她的住所双溪大年40多公里的日来峰 Gunung Jerai，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如果小美真的是无意识的离开自己家，又或者是她真的患有梦游症，那么她是如何去到这么远的地方？难道真的像巫师所说，小美是被警带走的吗？第四，邮差所听到的求救声和记者们所听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把声音呢？那为什么在水晶山听到求救声，最后小美却会在日来峰 Gunung Jerai 出现呢？这一切别说是外人了，就连当时在场的警员和记者都回答不出来。那么小南就是看到了这起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案件，想着和大家分享的。不过这起案件的报道资料也不多，很多细节都没有交代清楚，所以想看看聪明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听闻过这起案件，又或是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把恶灵降服在可以看得到、摸得到的躯体里，随之消灭埋葬。
不仅如此，这个和尚的气魄也已经融为修道院的另一半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就是他的容身之处。他每天都与这些皮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可以说是镇压这些皮的活宝了。